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其实有一条关于台湾海峡很重要的军事新闻，涉及的主要是德国、中国、美国，还有很多北约的国家，还有整个台海周边的国家。这是什么事儿呢？有2艘德国的军舰悍然通过了台湾海峡。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过去的22年里，从来没有德国军队的舰船通过台湾海峡，而这次德国军方从之前的就是全面参与美国海军举办的这个多国海上演习，到这次就是直接公然大模大样的横穿台湾海峡。这种举动呢，其实明显能看出来，就是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的变化。更重要的，其实是能看出来德国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化，尤其是他们在中国认为最敏感、最不能触碰的红线问题上，就是台湾海峡的主权和各方面的军事态度这件事情上，德国的变化非常明显。当然，这条新闻呢，虽然台湾大陆新闻都有所报，可是都没有特别详细的分析。我看了一下所有的英文媒体，不管是美联社、法新社、欧洲的各种媒体，甚至菲律宾、印度很多媒体，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从上周五、周六、周日一直到今天，都在讨论这个新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聊一聊这个事情，这个涉及最敏感的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的问题，涉及了欧洲、中国、美国这么多国家，到底这是个什么事儿？当然，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又要大声吆喝，我们开会员了，谢谢很多朋友特别明确的支持，加入我们各种级别的大声会员。首先要说，这个会员真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自愿的，就是一个是我们希望找到我们很明确的会员，找到我们真正的朋友；二是呢，也是觉得这样一种强连接的方式呢，可能能让我们知道也许大家希望我们做什么样的东西和我们的发展目标可以契合，也可以支持我们用更多的资源、更大的信心做更好的节目。还是要麻烦大家，因为这个手机端的加入有点麻烦，其实也不麻烦。您打开我们的链接，就是在我们频道最上方的那个链接，就显加入就行了。当然，如果是电脑版的，就很容易，你到了我们频道就可以看见。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就是先要知道的话，德国是最大的欧洲国家之一尤其在北约、在欧盟呢，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各方面的影响力，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此前德国呢，其实一直对中国以及在中国和台湾的问题上呢，一直是比较一个平衡的策略。而且德国这么多年呢，虽然它作为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它一直采取的是人权、政治和贸易2条线走路。就是在默克尔时代呢，德国对中国也一直保持了一个人权问题上态度比较明确，可是贸易方面，德国其实在跟中国的贸易经济方面是交往的非常紧密的。而这次出现了这么明确的转变，肯定是有一些重大的变化。我相信所有人听到我说这个德国军舰直接穿过台湾海峡，第一反应是北京肯定很恼火，北京确实很恼火。其实呢，中国大陆的中文媒体都有报道，但基本上是集中在官方表态和军事新闻，还有一些军事爱好者的这些公号里面，也没有整个梳理到底现在在地域政治，尤其这欧洲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这个大背景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先说细节，我们从时间线上和细节上给一些梳理。什么事儿呢？2艘船，德国海军的，一艘叫做巴登福腾堡，这是一艘护卫舰，还有一艘呢是叫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这2艘船他们组成了一个编队，同时出海，同时访问。他们这次呢，整个都是被德国的海军派遣，执行一个为期7个月的一个印巴地区的军事任务。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巴登福腾堡号这个护卫舰，
它是 F-125级的，是目前德国海军最现代化的战舰，被称为马拉松选手，而且是专门善于做海上监视的。而在这次德国海军直接派遣的这个任务里呢，7个月中间啊，他们有好几个任务，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是要参加这个环太平洋军演，英文叫做 RIMPAC。这个 RIMPAC 呢，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始于1971年，主办国呢是美国海军。现在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原则上呢是每2年一次，就隔1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29次了。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它要在6月27号到8月1号这个期间，在夏威夷群岛周边和珍珠港附近举行。截止到8月1号啊，要看这个时间。而这2艘德国海军的军舰呢，他们的航程从5月初就开始了。他们要先从德国本港，就叫做威廉港启程，然后呢，横穿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然后他们还要在这个东京港口停留。一会儿我再讲。在东京停留的期间呢，专门做了一些就是要强化与日本在防御领域加强合作的一些军事行动和表态，也有一些联合的演习什么的。到7月底呢，德国空军还送了3架欧洲战斗机和日本空军的4架 F-15喷气式战斗机，还要在这个北海道北部上空也要做一个演习。从日本出来去哪儿呢？就往下走嘛。他们干了什么呢？也是这次德国媒体先爆出来的。8月25号，德国之声还有其他的一些新闻媒体就说了，说德国这次向印太地区派了2艘军舰，旨在表达德国政府对印太安全的重视。德国媒体呢，先说了这个环太平洋行动哈，说德国人这次参与的这个行动呢，要参与这个演习有来自29个国家的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5个国家的陆军部队，还有150多架飞机，还有25000名官兵，很大，全世界最大的。然后作为东道主，美军参演的军事这个力量啊，都是从美国本土赶过来的，其中还包括一艘卡尔文森航母，还要出动 F-35隐形战斗机、P-8A 海上巡逻机，还有 V-22运输机。这几个机型啊，都是近年来在军事领域非常受瞩目的，尤其这个 F-35，它外号叫闪电2，还有这个叫这个 P-8A， 这是海神式巡逻机。这几个机型呢，一直都是在整个北约的军事力量里面是非常引人瞩目的明星战机哈。还有参加这次这个环太平洋军事行动的呢，重要的国家包括法国、印尼、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你看看哈，这些都是美国的盟国。然后这次这么强大的一个军事力量参与的这一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呢，他们除了协同整个这些联盟国家的一些军事合作之外呢，还要帮助联合国安理会执行和监督对于朝鲜制裁的情况。德国媒体说，刚才不是说从德国过来了吗？到了日本呢，这2艘船要停留5天，然后要从东京启程去韩国，再从韩国的仁川继续向菲律宾马尼拉走。下面停靠的港口呢，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还说要前往印度。当时8月25号，德国媒体这一番报道呢，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称这个军事行动吧，但是肯定这次部署其实代表了一次德国军舰的全球航行。然后媒体就说了，说这次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在这个途中会不会穿越其实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台湾海峡。在之前几个月内部关注，到8月20几号媒体公布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时候，就成了公众关注。
但是从8月25号直到9月7号，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才爆出来消息，说他们会穿越台湾海峡。可是在这个期间呢，德国政府一直拒绝提前透露到底是不是要过台湾海峡。也是刚才我说到了，因为德国最近明确的表示要跟日本在军事上在各方面有更多的合作。8月25号，德国外长林德纳在东京有一个3天的工作访问，他就对德国之声说了，说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海域航行的船只没有事先宣布或通知航线的义务。德国政府呢也不会开创先例，提前宣布我们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我们呢很快就会知道这2艘船到底会走哪条航线。还有一些媒体分析就引用了一些不具名的军事的信息源说未知的因素是天气情况，可能呢会导致船只根本无法穿过这条180公里长的海峡。从国际水域的角度讲，这条航道一个是它非常的忙碌，二呢它也并不窄，它是很宽的。西方一直把这条航线呢当作是一个国际公海，当然这个说法北京是非常反对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9月7日，德国《明镜周刊》爆料了，说引述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这2艘德国军舰9月中将过航台湾海峡，而且强调这将是德国海军舰艇22年之后首次穿越这一敏感水道，而且还说德国政府已经决定不会就德国海军舰艇过航台海正式通知北京，并以此表明柏林市军航过航台海根本就是一次正常的航行。这种不具名的消息源就是爆料，就是放风，就是通过媒体的操作和口气，要不然就是表达一个态度，要不然也是试探各方的意见。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当然路透社各家就赶紧跟着报了。路透还去问了德国外交部，说对于《明镜周刊》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评论？德国外交部拒绝回答，这是故意的。明镜这个报道出来的当天其实这2艘已经在印太地区水域上航行的这2艘德国军舰呢，已经到达了韩国的仁川港，停靠在那里。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德国海军少将阿里塞尔·舒尔兹，其实呢，在这次停靠的这2艘船的护卫舰上呢，还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就是军方的招待会他还专门强调了，说此行军事行动的目的呢，是要表现德国军方在印太地区部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展现德国军方对开放式航行的承诺。开放式航行就是 open navigation， 但是他拒绝证实，就是这2支海军舰艇编队是否将接下来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在场的媒体就还问他说，你指挥的这个舰船编队从韩国再往下走就是菲律宾了，途中你到底要不要穿越台湾海峡？他就对记者说我们要是事先告知舰艇编队的航行计划，会影响我们舰艇的运作安全。这个从军事上也非常可以理解他还有一个直接引语，他说安全可靠的海上通道，特别是从东南亚到欧洲和美洲的海上通道，是我们所有国家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其实这个舰船在到达韩国之前，舒尔兹作为指挥官他也对外曾经表示过，说如果他指挥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他不会采取任何特定的安全措施。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通行，就像我们穿越英吉利海峡或者北海一样。但是他又说，他预计任何穿越台海的行动呢，都会受到密切监控。他对媒体说，他说我预计中国海军、中国海警或者海上的民兵将会护送我们的。英文这个词呢 escort， 它不是我保护你的意思， escort 就是我看着你，我陪着你，但也谈不上押送级别英文就是 escort， 就是护送。
有意思，你看他这个一个军方的指挥官，他强调的是2个点，一个是呢强调了台海是一个正常的国际通道，他把它比喻为北海、英吉利海峡这种正常的公海领域。第二呢，他没有强调军事，他强调的是对所有国家的经济贸易繁荣和开放性航行都有用。当时这个消息传出来呢，所有媒体的讨论呢，就是说这争议点已经出来了。因为呢，北约和美国，就是所有这些西方国家一致认为呢，台湾海峡本来就是一条国际水道，而且确实从事实上每年都有大量的国际贸易在这条水道上穿行，包括过去这几年台海的军事这个对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欧洲的很多报道讨论的都是，如果台湾海峡出了军事对抗，中国和台湾打起来了，他们将面对什么样的物流和贸易挑战？也就是大家想的是，如果我们的贸易船只过了台湾海峡过不去了，那对我们本土经济或者国际贸易会有什么影响？欧洲、美国一直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在中国来说，中国就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台湾海峡的绝对管辖权。随着这些年的台海局势的越来越紧张，其实中国解放军方面做的是什么呢？是经常出动海空域这些军队，在台海和整个周边的海面和空中2个领域进行军事演习，或者直接就是向台湾施压压力，就是保持一个军事存在，然后施压嘛。而北京的态度呢，一直是把外国军舰过航台海视为对台湾的无声支持和对北京的挑衅。所以呢，每一次只要有外国军舰过航台海，解放军呢就会出动，要不然就是机航，就是什么意思？飞机或者军舰尾随，我跟着你，或者直接就是出警示。西方媒体呢和台湾媒体呢，每次把这种就是尾随和跟踪行动呢，都认为是一种骚扰，就是一种亮肌肉的行为。可是中国政府呢一直在谴责，说你们外国军舰，尤其是美国的军舰，你们穿越台湾海峡，这种活动就是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但是美国的海军舰艇呢，现在几乎是每个月都会过航台海，美国的其他盟友也会出动海军舰，或者自己走，或者和美国的舰艇编队编组过航台海。但是对德国海军舰艇而言，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开头我也说了，因为德国这些年呢，一直是采取的是政治、人权和贸易分开，而且他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这个问题上呢，一直采取的是第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二呢，比较平衡，就是政治上、西方文化上、民主上，这些年跟台湾其实沟通的也很多，可是外交层面还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去做任何就是激怒北京的一些表态。所以这一次这个军事行动到底他们要干什么，这个气氛已经鼓起来了。9月9号，德新社也在这吹风了，就说德国这2艘军舰目前在太平洋执行任务，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台海。这是个周一，所以当天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被问到了明镜周刊这个新闻，问到了德国媒体的表态。毛宁呢马上就说了，中方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除了外交部的抗议呢，军方也说话了。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发了一份声明，军方的声明，抨击德国2艘军舰的通过是公然炒作，并且表示说德方的行为增加了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我们中国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这李希呢还在声明里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备，
然后13号还是毛宁，这就是上周五了，又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又是被问，因为这个船它在走嘛，它在水域上走，所以都是进行时中的哈，媒体就不断的去探这几方表态。上周五气氛到最高了，就又在问毛宁说德国军舰马上要过台湾海峡了，他们强调的是支持航行自由的国际准则，这个事儿你怎么看？毛宁又说话了，说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然后周末德国这2艘船就顺顺利利的就过了台湾海峡。据中方的这个军事的一些新闻哈，但没有什么画面，表现的是就像我前面说的，用的是这个 escort， 就是派了一些战机、军事航艇送着这2艘船穿过海峡，也没有什么对抗，就是 escort， 就是给你送出去了。所以呢，我还专门查阅了一下，这么公然的过了台海，中方到底怎么报的？结果呢，我发现中方呢，基本上官方表态就是毛宁和李希的表态，可是一些军事账号还挺高兴，有自嗨，说的是我们中国海军像夹着小鬼似的，两边夹着就把德国的军舰给押送出去了。中国的很多自媒体一些军事爱好者，反正就是战狼外交的这一派嘛哈，就是很高兴说这次中国又亮了肌肉，把德国舰艇夹着胳膊给送出去了。但实际上德国军舰就是这样大摇大摆的穿过了台湾海峡。所以新闻到这儿了，就讲完了过去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我们问题就来了，第一，德国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二，这次行动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有可能看到会什么情况？不是预测，只是分析。过去的这么多天为止，我看了一下法新社、美联社、德国的媒体、欧洲其他的媒体，包括亚太的这些媒体的总结都是：第一，德国军舰就是穿过了台湾海峡，22年首次；第二，德国表达了一种对中国不同的态度，和以前不同。欧洲国家一直试图呈现一种跟美国不太一样的一种态度，包括之前美国特别希望联合欧洲国家对中国进行限制制裁的时候，欧洲其实很难达成一个所谓一致的统一的行动。这个过程中间，德国表现的是非常对中国友好，对美国其实是保持距离的。但是这个现状有所变化。第一呢，是德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呢，柏林自己说是因为北京行为变化的结果。香港的南华早报2024年6月29号，几个月前曾经报道说，德国特使是德国的外交部国务秘书巴格尔在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过一个演讲，而这个演讲的时间也很有意思，是他去参加北约峰会前夕。这个德国特使呢，专门在美国访问，而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因为哈德逊研究所也是很重要的政策智库哈，他在华盛顿说这番话是有意的。他说，北京对欧洲的行为变化，迫使柏林重新评估自己对中国的政策。所以他说，德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北京行为变化的结果。而其实北京和德国的关系呢，已经转向为更为激烈的竞争。德国自己也说这种更加激烈的竞争是对北京日益升级的挑衅行动的回应，而并不是来自华盛顿美国政府的压力。这个巴格尔在华盛顿说这个话，说很明显，重点呢，我们已经从关注伙伴关系和合作转向更多的竞争。但是他也说如果跟中国脱钩的话，将对德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个访问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微妙呢？因为北约峰会在7月9号到11号举行，而且这个当时的这个7月初的这个北约峰会呢，
有所有跨大西洋联盟的32国成员国一起讨论，他们要讨论通过一个1070亿美元的对于乌克兰的5年援助计划，一个长期的援助计划。而且这个援助计划也是美国主导的，在美国的领导下呢，西方国家其实都在讲，就是说他们实施了制裁，但是在整个乌克兰战争中，因为俄罗斯通过从中国进口各种用途的产品，军事用途和制造业的用途，其实呢满足了俄罗斯本土90%的坦克、导弹和飞机的半导体需求。这个之前我们的媒体也报过，我自己也讲过。所以北约整个这个国家，尤其欧洲国家，对于他们最关注的俄乌战争中间中国发挥了什么作用，是非常非常不满的。这个也在实际上造成了德国对中国的态度的变化。然后呢，再往前倒一倒，第3点就是德国为什么在现在这个点上敢跟中国实行一些强硬态度呢？还有贸易本身的问题。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说了，中国现在的这个产能过剩和产能对外倾销是欧盟最关心的问题。所以6月底，欧盟其实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了38%的新关税。这个决定其实也是看美国和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之后1个月才做出的这么一个观望性的决策。5月初的时候我在欧洲，其实我跟一些欧盟的官员在会面聊天的时候就听出来了，他们又要区别自己在对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不一样的立场，又要全面的考量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全面考量俄乌战争中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支持和实际上对于这个战争的影响。反正欧洲人想的事比美国想的还多。还有一点要注意一下政策上的变化。德国呢，其实它通过2020年9月份通过的一个叫印太指导方针，还有2023年7月份他们自己制定通过的中国战略，其实德国政府呢也在尝试一种政治平衡上的新举措，就是嘴上他还是会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只与北京保持一个外交关系层面的客客气气。但是呢，德国政府现在明确表示反对中国以武力夺取台湾，也反对中国在台湾海峡扩大它的军事存在。而且德国现在目前的这个表述态度是什么呢？说要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而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国际航线必须可以自由航行。德国现在这一次目前为止，德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他们用的还是这个态度。最新的新闻就是在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德国外长在记者会上，之前要知道德国政府一直拒绝评论或者拒绝预测这2个军舰要不要通过台湾海峡哈，但是在周6的记者会上，德国外长明确说，对，我们这2个军舰就是通过台湾海峡了。然后媒体就问他，你们要表达一个什么态度呢？他们就是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呀，台湾海峡是个国际公海呀，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航行，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我们也不觉得需要提前通知北京。那作为外交表态，这个不觉得提前通知北京的意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海峡也不需要得到你们的批准。所以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北京军方这个李希又再次谴责，外交发言人毛宁又再次谴责。所以其实到现在呢，我们就能看见这样一个新闻表现的其实是一种趋势的变化。德国首次在军事行动上明确的采取了一种嘴上没激怒，实际行动激怒了北京的行为。当然台湾媒体对这个事情呢，我看了一下也有不同的反应，因为台湾本地政治呢，现在呢蓝绿对抗非常明显。简单说一下呢，就是蓝营还是认为台湾不应该在任何层面跟中国在军事上表达一个对抗和激怒的态度，因为他们的整体的理由是台湾的军事实力
根本不足以对抗台湾的任何被侵入的行为。他们认为，如果北京出兵打台湾的话，根本顶不住。所以蓝营现在整体的策略，就是国民党整体的策略，就是用小心翼翼的相处换时间，甚至也不乏很多人就认为台湾就应该跟中国友好，就应该跟中共表达一个合作态度。当然，这种态度绿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呢，几次已经表达了非常一个强硬的态度。我还没有说以后可以说的，就是赖清德前段时间对于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表态，其实是国际上有很多反响的，也表达了民进党政府现在呢在军事上也要表达一个对北京的强硬态度。所以台湾媒体对于这一次德国军舰过航的事情呢，表达的有点乱七八糟的，看不出他们整个统一的一个态度。但目前为止，来自台湾军方的消息呢，就是说关注到了此次德国军方的行动，也注意到了中国军方加强了海空的巡视和骚扰。所以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呢，也就是这样了。北京也就是嘴上的抗议，也没有采取更实质的反制措施。那军事上还有什么反制呢？可能我们要看的还是北京在对于台湾的军事表态上会做什么样的新的变化。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评价上呢，就是德国对华关系有所改变，对台湾海峡的态度有所变化，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变得不能接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